大家好，欢迎收看我和半斤的旅行频道。前面说到，我和半斤来到了山水之国大龙湖。大龙湖位于上林县西堰镇的大龙洞村，是著名的永年水库之一。而在我的眼里，这里简直就是水上桂林。这一次，我和半斤在这里认识了热情好客的村民陆姐。陆姐邀请我到家做客吃饭，还让我第二天和她一起去捞鱼。于是就有了今天的故事。外面没有下雨，现在是早上的5点钟。我起来先收拾一下这个器材，把东西收拾好了，待会5点半就跟这个陆姐出发。因为现在外面没有下雨，应该我们会照常出行了。其实半夜的时候我已经醒来好几次了，因为一直在下大雨，然后很吵。没想到现在雨已经停了，所以说待会就可以顺利去捞鱼了。我感觉我眼睛都睁不起来了，太困了。昨天晚上弄完素材就12点钟才睡的。待会要带把伞吧，会下雨哦。现在外边还在下雨啊，不知道会不会越下越大。感觉待会下大了，我们都会变成落汤鸡，你会变成落汤狗。早上好。早上好。好准时啊。那你呢？有一点点。有带雨伞最好。我带了。带了。你如果带狗去呢，我就拉2条船。拉2条船？哎，对，我这个小的拉那个大的，这个船有点小。哦。我等一下在这里拉那个虾龙进来的时候有水。哦，会进水。哦，你带。哦，你穿了水鞋是吗？对，我有水鞋。哦，等一下那个狗狗的就会湿。哦，那我还是让它在车上吧，就我们对，就我们一起吧。如果带上半斤的话，就是拉一条大船过去，然后我跟半斤在大船上边，这样子呢会给陆姐添加一些麻烦吧，所以呢我就直接我一个人去就好了。因为我睡在车上好几次都被吵醒了，那个雨下很大，估计待会还可能会下。我出行还是装备丰富的，水鞋都有。嘿，我的专属小凳子。哦，这个瓶子就是。啊，对，放绳子下去，找的时候就很快拉就上来了。嗯。哦。很多人都不丰富，不管不只是我就气死了。那时候刚好加工好好的新的虾龙，脏的话你不洗的没鱼劲。他看得到这个网脏不脏呢？不知道，这些脏了就不进。哇，这么长还有，然后所有的都在那个前面，哎对，倒出来就可以了。那你们会放什么饲料进去吗？没有啊，什么都不放。什么都不放啊。它就会自动走进笼子里面去吗？对。那么奇怪的？它没有吃的，它干嘛要进去？这里有个笼，这边有个笼，它就从这边笼进去的。哦，我一直以为这些地笼它里面要放吃的，圆的那种啊，圆的那种。哎，这个好多鱼哦，我看到了。嗯，对，来，能拍得到吗？对，看得到，看得到。这样啊，好多啊。对，对，这么多。白色的新的更多，烂的有烂的就要修要补。对呀，你不补，移到这些位置，你不补的，它全部漏了。还好我带了只水鞋。现在把这个船上进来的水给烧出去，因为它这个地笼一拉上来就会带上来很多水。还好半斤没来，我那只狗没来，不然它的话全身都要湿掉。那你们一般1周要捞几天啊？每天捞啊。哦，每天捞。对啊，想挣钱就每天来呗。以前跟着我爸爸跑步的时候，他很喜欢晨跑嘛，就有起那么早，就日出前那种晨跑。5点。对，5点钟、5点半这样子起床。早一点，要不然你拿回来的鱼，你选不好，老板不会等你啊。现在天开始亮了。对。你看，那房子都看得到了。现在应该早上6点多了，你看背后的这个山和水都看得到了。还有那房子，像陆姐他们基本上每天都要来捞鱼，每天早上
5点多哈，5点多都要起来这里捞鱼了，还是蛮辛苦的。我看你们起早摸黑，像我们这些睡懒觉的，就是起就起不来，眼睛都睁不开。啊，年轻人是这样的，都是这样的。我女儿也是一样啊，就是睡不醒，就像你说的睡不醒。这2天这个雨雾天气，你看山上还有那个云雾在缭绕着，这个收获多哎！你看那个鱼都拼命在跳了。你看两三种都会有呢，下面也有，下面还这个还好，对这个好。我每个都是这样就丰收了，丰收开心了，捞完了就还有绕过去2个而已哦。反正我来了还是有用武之地的。铲水员，铲水员，对，可以帮忙，保证我们的船不沉就好了。现在天已经彻底亮了，不用开灯了。陆姐呢也已经差不多把这些地笼都收完了哈。很奇怪的就是他们这些地笼啊，就是越新的进的那个鱼就越多。好像那个鱼它能分辨出来这个地笼到底是旧的还是新的一样，是能分辨出来哦，特别奇怪。而且他们这个地笼都不用放那吃的东西，那些鱼就会进去，很奇怪。空气也养人，水也养人，吸一口气感觉都能多活几年，真的。夸张哦。好的，今天早上的任务结束了，现在我们要往回走了。还没结束哦，还没结束，拿回去，拉回去。哦，先把这个拉回去。对，这一排拉回去。好的，放了，回去喽，回去。现在我们是捞了一袋鱼了，回去把这些网都放出来。待会呢还有第2排。现在天亮了，大家都看得到背后的景色没有？你看很漂亮。有山有水的，尤其是那个江中巨石，特别漂亮。我的收获就这么点。要挑哈，所以要倒出来挑，对吧？对。哇，好多啊，密密麻麻的。过去那么多年，陆姐几乎每天凌晨5点起床，捞鱼、挑鱼、卖鱼。她在湖里的生活状态，用摇摇晃晃来形容，再适合不过了。这么多年以来，风里来雨里去，捕鱼捞虾，陆姐维持着自己和家人的生活。在阴沉的天空和湖水上，陆姐捕鱼的身姿特别的美丽。每次捞到活蹦乱跳的鱼，陆姐都会绽放出笑脸。她告诉我说，有的时候要是运气好的话，捞1天的收获就能抵得上1个星期的了。带半斤出来逛一下，在这村里面走一走。我现在又回到车上来了，因为外边太冷了。我看这2天的天气好像天气预报说又有湿冷的空气要来了，所以说这2天降温会比较严重一点，会比较厉害一点。出去捞了一趟鱼，感觉肚子都饿惨了。现在准备弄点吃的，今天就吃这个麦片加豆奶了。我估计半斤挺恨我的，因为昨天晚上吃饭没带他，今天早上出去捞鱼也没带他，有没有恨我？待会儿给你喝牛奶。半斤准备的就是这个牛奶，这个半斤很喜欢喝的，必须给他来一罐。接下来就是弄我的了，感觉很好吃。现在半斤是喝他的牛奶，我喝我的豆奶。2个人一起吃早餐，不然的话呢，半斤只盯着我吃，他肚子也饿。我发现豆奶泡这个麦片也很闹实在，半斤喝牛奶还是很猛的，感觉他一喝能够喝一大盆。
今天早上跟着陆姐去收那个地龙，感觉她今天收获还是可以的，但是没有之前的好。做一个渔民也是很不容易的，每天早上要那么早起床去捞鱼，就把这个地龙捞起来，然后还要清洗地龙，把鱼呢还要挑，就有一些鱼它是有虾有螺混在一起的嘛，它要收回来挑出来，然后可以卖给那些采购商，然后呢再把这些地龙洗干净晾好，晾晒好之后呢再放回去。谁让你吃那么快啊？现在要看着我吃啊，高兴啊。半斤只是喝了奶，他还没有吃狗粮，狗粮一般他白天不怎么吃，还要到晚上才吃的，还要留着肚子吃好吃的。陆姐回来了，应该也有多一点，比地还多哎，这样子看到了，比地还多好多。像这一大篮呢，就是陆姐今天的收获了，里面都是木斗鱼。生活在大自然里的人是多么的幸福，他们在生活的时候就已经学会了很多课本上学不到的东西。比如说陆姐会告诉我哪些鱼好吃，哪些鱼长不大，哪些虾生活在什么环境，怎么区分罗非和太阳鱼。当然他们学到的最重要的东西就是生活，从很小的时候他们就已经了解到了生活是一种实实在在的工作，没有任何人可以侥幸逃离。我在陆姐的盛情邀请之下，中午时候又去她家里喝玉米粥，吃野生鱼，一边吃着刚捞上来的鱼，一边喝玉米粥，这实在是一种美好的体验。我从来不知道鱼是那样的美味，它有一种特别的甘甜，尤其是在湖边吃，那股甘甜就像是从辛劳的生活里流出来的。我能感受得到淳朴的渔民，他们都有一颗炙热的心，在美丽的湖岸上放着光泽。这段经历是我生命中宝贵的体验，我体会到了渔民的辛劳与快乐。他们的生活也很简单，其实就是起早摸黑，为生活而努力。刚刚陆姐还跟我说啊，他们这里呢有一个村庄叫做古石庄，这个村庄呢比较特别，它是没有通公路的，而且呢它是必须得坐船才能到那个地方。它是在大龙湖的某一个好像是夹缝之间，山体的夹缝之间，所以说我听了之后就很感兴趣，我说我明天一定要去看一下，然后他说明天可以载我过去，我说他一定要收费用啊，这一次不然的话我在他这里又白吃又白用的什么的都没有收费用，感觉他太吃亏了。然后呢我明天就跟他约好了下午吧，等他上午捞完鱼回来，然后下午就跟他一起过去那个古石庄，带上半斤一起去看一下。这是真的要带上半斤了昨天吃饭没带他，今天早上捞鱼没带他。好吧，今天的视频就到这里，我们下期视频再见吧，拜拜。